你年轻的时候总以为时间多的是，机会随时都有，什么事情都来得及。可是等你过了55岁，有一天你突然就醒过来了，原来真正能掌握的日子已经不剩多少了。我今天要跟你说的是一件很严肃的事。55岁到65岁，这10年是你人生里最关键的10年。这10年处理好了，后面的路走得稳。这10年处理乱了，晚年恐怕要吃很多苦头。这不是吓你，你去看看周围那些晚年过得好的老人家，哪一个不是在这10年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？那些晚年过得凄凉的，不是命不好，是他们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没做对事情。易经讲，天地之道，不过阴阳二字。人生也是一样，年轻的时候要往外闯，那是阳气正盛，到了55岁以后，就该往内收了，这是阴阳转换的时候。可偏偏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，到了该收的时候，还在拼命往外冲，结果把自己的根基都动摇了。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有些人55岁的时候身体好，事业稳，家庭和睦，可到了65岁以后，突然就垮下来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在这10年里没有做好该做的准备。今天我要跟你讲的，就是这10年你必须做好的5件事。这5件事，没有一件别人能替你做，也没有一件能拖到以后再说。你现在不做，以后真的来不及了。第一件事就是你的身体要进入新的节奏。你年轻的时候以为只要勤快努力，身体就会一直撑着你，但现在你发现，那个你以为怎么折腾都不会垮的身体，其实已经悄悄换了一套规则。很多人到了55岁以后，还是用年轻时候的方法对待自己的身体，这是最大的错误。易经讲究的是顺应天时，顺应自然。你的身体到了这个年纪，自然就有了一个新的节奏。你要做的不是跟它对抗，而是顺着它走。什么叫顺着走？就是你要听得懂身体在跟你说什么。年轻的时候，你可以熬夜，可以随便折腾，睡一觉就缓过来了。但55岁以后呢？以前睡一觉就能恢复的疲劳，现在要好几天才缓过来。以前不在意的小毛病，现在动不动就发作。这不是你的身体变差了，这是他在提醒你，他需要一种不同的对待方式。就像一辆开了几十年的车，你不能再像开新车那样开它，你要换一种方式，让它还能继续为你服务。中医讲阴阳平衡，年轻的时候阳气充足，你可以消耗，到了这个年纪，阳气开始收敛，你就要懂得养了。养不是拼命吃补品，而是让身体找到它自己的节奏。你看那些活得长寿的老人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生活很有规律，几点起床，几点吃饭，几点休息，都很固定。这不是刻意为之，而是身体自然形成的节奏。你顺着这个节奏走，身体就舒服。你硬要打乱它，身体就会跟你过不去。还有一个观念必须跟你说清楚，55岁以后，最影响健康的不是你吃什么，不是你做什么运动，而是你的情绪。中医说，怒伤肝，喜伤心，思伤脾，忧伤肺，恐伤肾。你每动一次情绪，身体就受一次伤。年轻的时候你生气了，发泄出来就没事了。但到了这个年纪，你生一次气，可能要好几天才能平复。更严重的是，你的血压会升高，你的心脏会加重负担，你的睡眠会受影响。所以说55岁以后要养身体，第一件事是养心。
古人讲形神合一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的身体和精神是一体的，你的心安了，身体自然就安；你的心乱了，再怎么保养也没用。真正的养生在于你吃了多少补品，做了多少运动，而在于你的心能不能静下来。老子说致虚极，守静笃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学会让自己静下来，不是叫你什么都不做，而是把那些不必要的消耗停下来。很多人把自己搞得很累，不是因为做了很多事，而是心一直在动，一直在想，一直在操心。我认识一位老先生，他年轻时身体非常好，50多岁还坚持每天跑步，而且跑得很快。他觉得自己要维持年轻时候的状态，结果有一天他在跑步时突然晕倒了，虽然没有大碍，但从那以后他再也跑不动了。后来他跟我说，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不是年纪大了就不能运动，而是要换种方式运动。他后来改成散步，每天走1个小时，不快不慢，很舒服，反而身体比以前更好了。这就是顺应自然的道理，你硬要跟身体对抗，身体最后一定会反抗你。你顺着它的节奏走，它反而会配合你。易经里有一卦叫做损卦，损卦的意思就是要懂得减少，懂得舍弃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学会损。损什么？损掉那些过度的消耗，损掉那些不必要的折腾，损掉那些让你身心不安的东西。你把这些损掉了，身体自然就轻松了。身体轻松了，精神就好了。精神好了，你才能把后面的路走得稳稳当当。第二件事就是你的经济基础要稳住。你年轻的时候以为钱赚得越多越有底气，只要努力攒钱就万事大吉。但现在你发现，真正的安心不在于你存了多少，而在于你有没有能力照顾好自己，不必去麻烦别人。说到钱，很多人觉得有点俗气，但我要告诉你，人到了晚年，如果没有经济基础，那是非常痛苦的事。这不是说人要贪财，而是说你要有能力照顾自己，不必去麻烦别人。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修身排在第一位。但修身需要什么？需要你有一个安稳的环境。如果你连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，你怎么修身？如果你天天为钱烦恼，你的心怎么静得下来？55岁到65岁，这10年是你重新整理财务的最后机会。过了这10年，你的收入来源基本上就固定，太可能再有大变化。所以你要趁这10年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。什么叫准备好？不是说你要赚多少钱，而是要让自己的经济状况变得可以掌握。你知道自己每个月有多少收入，你知道每个月需要多少开销，你知道有多少储蓄可以应付突发状况，这就叫掌握。易经讲君子以俭得辟难，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学会节俭。节俭不是小气，不是吝啬，而是你懂得什么是必要的，什么是不必要的。你把那些不必要的开销省下来，经济压力自然就小了。我看过太多老人家到了晚年还在为钱发愁，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他们年轻时没赚到钱，而是他们不懂得节制。有些人喜欢帮助子女，这是好事，但如果你帮到自己都没有余地，那不是帮忙，而是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子女。孟子说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但你要先能照顾好自己，才有能力照顾别人。如果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你拿什么去照顾别人？所以把钱留一点在自己身上，这不是自私，这是负责任。
有一个重要的观点，我必须讲清楚：钱这个东西到了晚年，它的意义不在于多少，而在于够不够。够什么？够你生活，够你安心，够你有尊严。你看那些晚年过得好的老人，不一定是最有钱的，但一定是经济状况最稳定的。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少，也知道自己需要多少。他们不会为了面子花该花的钱，也不会因为省钱而委屈自己。易经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叫做中道。什么是中道？就是不偏不倚，恰到好处。钱也要讲中道，太多了会招来麻烦，太少了会让你没有安全感。恰到好处，刚刚够用，这就是最好的状态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你的钱要简单。什么叫简单？就是不要去搞那些复杂的投资，不要去碰那些高风险的项目。你这个年纪了，赚钱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，保住钱才是最重要的。我常常看到一些老人家，本来经济状况还不错，结果听了别人的话去投资什么项目，最后血本无归。这种事情太常见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守。老子说知足者富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到了这个年纪要懂得自足，你该有的都有了，就不要再去追求那些该追求的东西。你把现有的守好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所以我建议各位，55岁以后，你的钱要放在3个地方。第一，放在日常生活上，让自己每天过得舒服一点。第二，放在健康上，该看病就看病，该保养就保养。第三，留一笔应急的钱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其他那些花里胡哨的投资，那些看起来很诱人的机会，你都不要去碰，因为你输不起了。年轻时输了可以再来，现在输了就真的输了。第3件事就是你的人际关系要做减法。你年轻的时候以为朋友越多越好，圈子越大越有面子，但现在你发现真正留下来真正在意你的人其实没有几个。以前你觉得谁都重要，现在你会明白大部分的关系其实都是表面。孔子说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有些朋友对你有益，有些朋友对你有害。年轻的时候你分不清楚，所以什么人都交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你应该已经看清楚了。易经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叫做损益。损是减少，益是增加。什么时候要损，什么时候要益，要看情况。到了55岁以后，人际关系就要损，不要益。你把那些不必要的关系放掉，生活就清净了。生活清净了，心就安了，心安了，身体就好了。这是一连串的反应。我看过太多人到了晚年还在应付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，今天这个要帮忙，明天那个要照顾，后天又有人找你，搞到最后把自己累得半死，身体垮了，心情也不好，这样值得吗？不值得。人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为自己活，不是为别人活。你已经尽了大半辈子的责任了，现在该是你休息的时候了。古人讲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什么意思？就是真正好的关系不需要太多的往来，不需要太多的应酬，彼此心里有对方，偶尔见个面聊聊天，这就够了。那种需要你拼命维持的关系，往往不是真正的好关系。我认识一位老人家，他曾跟我说过一句话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他说，年轻的时候我以为朋友越多越好，到了老了才知道
朋友不在多，而在于真。一个真心的朋友胜过100表面的朋友。所以说55岁到65岁这10年，你要做的就是筛选，把那些真心的人留下来，把那些不真心的人放掉。不是说你要绝交，而是自然而然的淡下来。你不用勉强自己去参加什么聚会，不用勉强自己去维持什么关系，你舒服就去，不舒服就不去。你想见就见，不想见就不见。这不是无情，这是智慧。老子说，为无为，事无事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学会无为。什么叫无为？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不做那些勉强的事情。人际关系也是一样，不要勉强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要把精力留给家人。很多人把外面的关系处理得很好，却忽略了自己的家人，这是本末倒置。易经讲家人卦，家人是你的根，是你的本。你把家人照顾好了，其他的关系自然就顺了。到了晚年，真正能陪伴你的，不是那些酒肉朋友，不是那些表面上的熟人，而是你的家人。所以你要把时间、精力多留给家人，少花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人身上。有人说这样是不是太冷漠了？我告诉你，这不是冷漠，这是清醒。你清醒了，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不重要的。你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最重要的人身上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第4件事，就是你的情绪要学会管理。你年轻的时候以为脾气直是坦诚，情绪外露是真实，争个对错是原则。但现在你发现，那些动不动就发火的人，晚年身体最差，关系最乱，日子最难过。人到了晚年，最怕的不是身体不好，而是情绪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情绪会影响身体。中医说，百病由气生，这个气就是情绪。你情绪不好，身体就不会好。易经讲，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终结，谓之和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的情绪要有节制，不是说不能有情绪，而是不能让情绪失控。年轻的时候，你有本钱发脾气，发完了过几天就没事了。可是到了55岁以后，你会发现你发一次脾气，可能要好几天才能恢复。更严重的是，你的血压会升高，你的心脏会不舒服，你的睡眠会受影响。所以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学会不生气，不是说把气憋在心里，而是要学会不让自己动气。怎么做到？就是要看开，要放下。什么叫看开？就是你要明白，很多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。别人说了一句你不喜欢听的话，那又怎样？别人做了一件你不认同的事，那又如何？这些事根本不值得你生气。庄子说，智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学会无己。什么叫无己？就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，你把自己看轻了，很多事情自然就不在意。我认识一位老人家，他年轻时脾气很大，什么事情都要争个对错，什么话都要讲清楚，结果搞到最后，朋友越来越少，身体越来越差。到了60多岁，他突然想通了。他说，以前我觉得什么都很重要，现在我发现其实什么都不重要。这就是智慧。你什么时候能够看开，你什么时候就自在了。情绪管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，就是不要跟人计较。年轻的时候，你可能觉得有些事情一定要讲清楚，一定要争个明白。但到了这个年纪，你就要明白，有些事情是讲不清楚，有些人是真不明白。孔子说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
什么叫忍？不是忍气吞声，而是你有这个智慧，知道什么时候该计较，什么时候不该计较。到了晚年，大部分的事情都不值得你计较。我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那些长寿的老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他们很少生气，不是他们没遇到让他们生气的事情，而是他们不让自己生气。有人说我就是控制不住，我告诉你，控制不住是因为你还没真正认识到生气的害处。你要是真的明白了生气会让你少活几年，你还会随便生气吗？佛家讲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一生气，所有的问题都来了。所以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学的第一件事就是不生气。怎么做到不生气？就是要修心。修什么心？修一颗平常心。什么叫平常心？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你都能保持平静。好事来了，不要太高兴；坏事来了，不要太难过。一切都很自然，一切都很平常。易经说亢龙有悔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太过了就不好。情绪也是一样，太高兴不好，太难过也不好，要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，这才是最好的。还有一点就是你要学会跟自己和解。很多人情绪不好，不是因为外面的事情，而是因为他跟自己过不去。他老是觉得自己这里做得不够好，那里做得不对，这样怎么会开心？老子说知人者智，智之者明。你要先了解自己，接纳自己，你已经尽力，你已经做得够好了，不要再苛求自己，不要再跟自己过不去。你放过自己，你才能真正快乐起来。第五件事就是你要学会收回你的人情。你年轻的时候以为多帮助别人，别人自然会记得你的好，到了老来就有人回报你。但现在你发现你帮过的那些人，大多数早就忘了，而你却一直在付出，一直在消耗，到最后把自己都掏。人在江湖总要讲人情，年轻的时候你帮别人，这是应该的，但到了55岁以后，你就要开始学会收回你的人情了。什么叫收回人情？不是说你变得冷漠无情，而是你要懂得分寸，你要知道什么该帮，什么不该帮，帮到什么程度，该停就要停。易经讲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开始独善其身，不是说你不管别人，而是你要先把自己照顾好，才有能力照顾别人。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帮助别人，到了晚年，自己却过得很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懂得拒绝，不懂得说不，谁来找他帮忙，他都答应。结果把自己累垮了，别人还不一定感激。孔子说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但很多人忘了另外一句话，己所欲，亦勿强施于人。你想帮别人，这是你的心意，但你要量力而为，不要勉强自己。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我必须讲清楚，帮助别人要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。如果对方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你帮他，他会记得你的好。但如果对方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，你帮他，他反而会觉得你应该帮他。所以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学会看人，什么人值得你帮，什么人不值得，你心里要有，不是说你要变得势利，而是你要保护自己。老子说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。到了晚年，你已经付出够多了，现在该是你收回来的时候了。你要把你的时间、你的精力、你的金钱都留给自己和你最亲近的人。人情这个东西最怕的就是没有边界，
你一直给，别人就一直要。你什么时候停下来，别人就会说你变了，说你不够，这是人性。所以你要趁早建立边界，让别人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。有人说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人？我告诉你，到了这个年纪，你不需要在乎会不会得罪人，你要在乎的是自己过得好不好。如果一个人因为你不帮他就跟你翻脸，那这种人本来就不是真正的朋友。易经说损卦，损下益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要懂得减少不必要的付出，把这些留给真正需要的地方。到了晚年，你要把你的好留给真正懂得珍惜的人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你要学会说不。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懂得拒绝别人，别人来求你，你不好意思拒绝；别人要你帮忙，你硬着头皮也要答应。这样下去，你迟早会累垮的。孟子说：“人有不为也，而后可以有为。”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要懂得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你把不该做的事情拒绝，你才有时间和精力去做该做的事情。我认识一位老先生，他年轻时很喜欢帮助别人，谁有困难都找他，他也从来不拒绝。结果到了60多岁，他身体不好，需要休养。他本来以为那些他帮助过的人会来看他，结果只来了2、3个人。他后来跟我说，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你帮助别人是你的善心，但是你不能指望别人记得你的好。你帮助别人是为了自己心安，不是为了得到回报。这就是智慧。你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不要有期待；你不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也不要有愧疚。你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。人到了晚年，最重要的不是你做了多少事情，而是你活得开不开心。你把那些不必要的人情债都还清了，你的心就轻松了。心轻松了，你的晚年就会过得舒服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这5件事哪一个最？我告诉你，这5件事都很重要，缺一不可。但如果一定要排个顺序，我认为第一重要的是心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身体、经济、人际、情绪、人情，这些其实都跟你的心有关。你的心稳了，这些自然就稳了；你的心乱了，这些也会跟着乱。易经的核心思想就是阴阳平衡。什么叫平衡？就是你的内心要安定。你内心安定了，外面的一切都会归于你。内心不安定，外面再怎么安排都没用。我常常说，人生就像一棵树，年轻的时候树往外长，枝叶长得越茂盛越好。到了中年以后，树要往下扎根，根扎得越深，树就越稳。到了晚年，树不再往外长了，而是往内收，让整棵树变得更加坚实。55岁到65岁，就是树往内收的关键时期。你把根扎好了，后面不管刮风下雨，你都不会倒。你要是根没扎好，外面看起来还挺茂盛，其实一阵风就可能把你吹倒。所以这10年要做的，不是向外求，而是向内修。修什么？修你的心，修你的德，修你的性。孔子说：“70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什么意思？就是到了70岁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但不会越过规矩。为什么能做到这样？因为你的心已经修到那个境界了。但这个境界不是70岁突然就，而是你从55岁开始，一点一点修出来的。你在55岁到65岁这10年当中，把该放下的放下，把该看开的看开，
把该准备的准备好，到了70岁，你自然就能够从心所欲了。很多人问我，怎么样才能修心？其实修心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，就是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做起。你每天少生一次气，就是在修心。你每次能放下一个执念，就是在修心。你每次能不计较，就是在修行。佛家讲，修行在日常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修行不是要你去做什么特别的事情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点的改变自己。你每天进步一点点，日积月累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变得不一样了。易经里有一卦叫做艮卦，艮卦告诉我们事情要慢慢来，不要着急。修心也是一样，不是1天2天就能修，要慢慢来。你每天提醒自己要少生气，要多包容，要懂得放下，慢慢的你就会变成那样的人。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古时候有一个人去拜访一位得道高僧，问他怎么样才能开悟。高僧说，很简单，你回去以后每天做3件事。第一，每天对着镜子笑一笑。第二，每天对家人说一句好话。第三，每天睡觉前想一想，今天有没有做错。这个人回去照做了。一开始他觉得这有什么用，但做了1年以后，他发现自己真的变了。他变得不容易生气了，他跟家人的关系变好了，他的心也变得平静了。这就是修行的道理，不是要你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而是从小事做起，从日常做起。到了55岁以后，你要特别注意一件事，就是要学会独处。很多人怕独处，一个人待着就会胡思乱想，但我告诉你，独处是一种能力，也是一种福气。老子说，致虚极，守静笃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，空下来。怎么做到？就是要学会独处。你一个人静静地坐着，什么都不想，这就是在修行。独处的时候，你可以听听音乐，可以看看书，可以练练字，也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就是静静地坐着。这些看起来没什么用，其实是最有用，因为你在给你的心一个休息的机会。现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心太忙了，从早到晚不是在想事情，就是在做事情，心一直在动，从来没有停下来过。这样下去，迟早会出问题的。所以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给自己留一点时间，什么都不做，就是安静的待着。刚开始你可能会不习惯，觉得很无聊，但慢慢的你会发现这种安静是多么珍贵。易经说，君子以独立不惧，顿世无闷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有修养的人，一个人待着也不会害怕，离开热闹的世界也不会烦闷，这才是真正的自在。人到了晚年，如果还需要依靠外面的热闹来填补内心的空虚，那是很可悲的。真正的快乐不是来自外面，而是来自内心。你的心充实了，一个人也会很快乐。你的心空虚了，就算周围再多人，你也会觉得孤单。我认识一位老太太，她的子女都在外地工作，1年难得回来几次。很多人觉得她一定很孤单，但她自己过得很开心。她每天早上起来先打一套太极拳，然后吃早餐，吃完早餐她会看看书，写写字，听听音乐。下午她会到公园走走，跟老朋友聊聊天。晚上她会看看电视，然后早早休息。她跟我说，她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充实，很满足。
他不需要子女天天陪在身边，也不需要很多朋友，他有自己的生活节奏，他很享受这种安静，这就是境界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能够享受孤独，享受安静，不是说你不需要人陪，而是说你不依赖人陪。有人陪固然好，没人陪你也能过得很好。说到这里，我还要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要学会感恩。人到了晚年，如果还是一天到晚抱怨，那是最让人难受的。不只是别人难受，你自己也难受。佛家讲，一切唯心造，你的心怎么想，你的世界就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你如果总是看到不好的一面，你的生活就会充满不快乐。你如果懂得看到好的一面，你的生活就会充满喜悦。我常常说，同样一件事，你可以往坏处想，也可以往好处想。往坏处想，你会生气，会难过；往好处想，你会感恩，会快乐。既然都是想，为什么不往好处想？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，两个老人在聊天，一个老人说，我现在走路越来越慢了，爬楼梯也很吃力。另一个老人说，那你要感恩啊，至少你还能走路，还能爬楼梯。有些人连下床都困难了。这就是不同的心态。同样是身体不如从前，一个人看到的是失去的能力，另一个人看到的是还拥有的能力。你说哪一种心态比较好？当然是后。到了55岁以后，你要训练自己往好处想。每天睡觉前，你想一想，今天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事情？也许是天气很好，也许是吃了一顿美味的饭，也许是跟老朋友聊了一会儿天。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事情，其实都值得感恩。你每天都能找到值得感恩的事情，你的心就会充满喜悦。你的心充满喜悦，你的身体也会跟着好起来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有科学根据的。心情好，免疫力就强，免疫力强，身体自然就健康。易经讲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心怀善念，好事自然会来。你天天感恩，天天快乐，福气自然就来了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要学会宽恕。人活了几十年，难免会遇到一些伤害你的人，一些让你难过的事。如果你一直把这些放在心上，一直耿耿于怀，那你永远都不会快乐。孔子说，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别人对不起你，你不需要用善意去回报，但是你也不要去报复，你就公平地对待他，不要把仇恨放在心上。宽恕不是为了别人，而是为了你自己。你宽恕了别人，其实是放过了你自己。你不宽恕别人，最痛苦的是你自己，因为那些伤害你的人，可能早就忘，只有你还一直记着，一直难过。我认识一个老先生，他年轻的时候被一个朋友骗了很多钱，这件事他一直放不下，一想起来就生气，结果搞到最后他得了高血压，心脏也出了问题，后来他生了一场大病，差点就没了。在病床上，他突然想通了，他想，我为什么要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把自己的健康都赔进去？从那以后他就放下了。他说那笔钱就当是买个教训吧。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去想这件事了。奇妙的是，他放下以后身体反而慢慢好起来了。医生都觉得很神奇，其实这一点都不神奇，因为他把心里的那个结打开了，心结一开，身体自然就好了。所以说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学会放下，
学会宽恕。不是说那些伤害你的人没有错，而是你不要再让那些事情继续伤害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你要往前看。老子说，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把自己放后面，反而会走在前面。你不太在乎自己，反而能够保全自己。这是一种很高的智慧。到了晚年，你要学会这种智慧。你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看，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说，你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。别人要怎么想，那是别人，你管不了，也不需要管。有人说我就是放不下，我就是在乎别人的看法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看透人生。短短几十年，转眼就过去了。到了最后，别人的看法有什么重要？重要的是自己过得快不快乐。庄子说，智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到了这个境界，你就不在乎这些了。你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，也不在乎自己有没有成就，更不在乎你就是你活得自在，活得快乐，这就够了。这个境界很难达到，但是你要往这个方向努力。你每天提醒自己，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看法，慢慢的你就会做到的。现在我要跟你讲最后一个重点，就是要学会珍惜当下。很多老人家喜欢回忆过去，也有些人喜欢担心未来，但我要告诉你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未来的还没有来，你能够把握的只有现。佛家讲活在当下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要专注于眼前的事情，不要老是想着过去，也不要老是担心未来。你现在做什么，就专心做什么。你现在跟谁在一起，就好好珍惜。我看过很多老人家吃饭的时候在想事情，睡觉的时候在担心明天，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心思在别的地方。这样下去，你永远都不会快乐，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活过。到了55岁以后，你要学会活在当下。你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，品尝食物的味道。你睡觉的时候就好好睡觉，不要胡思乱想。你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好好陪伴他们，不要心不在焉。这样活着，你会发现生活变得很美好。一杯茶，一顿饭，一次散步，一段谈话，都变得很有意义。因为你是真正的在体验，真正的在享受。易经说，穷理尽性，以至于灭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要彻底的了解事物的道理，完全的实现自己的本性，这样才能够达到你的天命。到了晚年，你要做的就是这件事。你要了解生命的道理，接受生命的规律。你年轻的时候可以逆流而上，到了这个年纪就要顺其自然，该来的会来，该去的会去。你不要太执着，你要实现你的本性，做真正的自己。不要再为了别人而活，不要再为了面子而活。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只要不伤害别人，不违背良心，你就放手去做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你已经不需要再证明什么了。你该经历的都经历了，该学的也学了，该做的也做了。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享受人生，好好的活着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人生就像四季，春天是成长的季节，夏天是奋斗的季节，秋天是收获，冬天是休息的季节。55岁到65岁，正是人生的秋天。秋天不是结束，而是收获。你要收获的不只是物质上的东西，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富足。你这一辈子积累的智慧，你这一辈子经历的故事，你这辈子学到的道理，这些都是你的收获。
你要好好的品味这些收获，也要把这些智慧传递给下一代。孔子说：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妇，及其志，察乎天地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人的修养，从最平常的夫妻关系开始，到了最高的境界，可以通达天地之道。到了晚年，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修养提升到更高的层次。你要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体悟到人生的大道理，你要从平凡的日子里感受到生命的美好。这10年是你人生中最珍贵的10年，不是因为你还能做什么大事，而是因为你终于可以安静下，好好的过日子。你不需要再拼搏，不需要再证明，你只需要好好的活着，好好的享受。易经讲否极泰来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坏到极点就会变好，好到极点就要小心。人生也是这样，有高潮就有低谷，有起就有落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你要学会平和，不要太高，也不要太低，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。这个平稳的状态就是中庸之道，不偏不恰到好处。你不要太激进，也不要太保守，你不要太兴奋，也不要太沮丧，你就保持一颗平常心，一切都会很好。最后，我要送给你一句话，这句话是我这一辈子体会最深的一句话，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句话。人生最大的智慧，不是你知道多少事情，而是你放下多少执念。到了55岁以后，你要学会放下，放下过去的恩怨，放下内心的执着，放下不必要的欲望，放下虚幻的追求。你放下的越多，你就越轻松，你越轻松，你就越自在，你越自在，你就越快乐。55岁到65岁这10年，你如果能够做好这5件事，你的晚年一定会过得很好。不是物质上有多富裕，而是心灵上很充实；不是身体有多强壮，而是心境很平和；不是朋友有多少，而是关系很和谐。这就是我今天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关键的10年，把该做的准备做好，把该放下的放下，把该珍惜的珍惜。人生苦短，转眼就过，不要等到来不及了才后悔。从现在开始，好好的对待自己，好好的过每一天。记住，你已经为别人活了大半辈子了，现在该是为自己活的时候了。你不欠任何人，你只需要对得起自己。愿你在人生的下半场，活出真正的快乐，活出真正的自